大家好，我是吴信之人，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在这里呢，我将结合现代的科学和哲学呢，重新注释中国古代的经典《道德经》《心经》《金刚经》，进而呢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以及生命存在的意义，这些人类的终极的问题。如果您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话，请订阅一下，欢迎您呢常来看看。今天呢，我就讲解无形版《道德经》中的第一章“道之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萧何辽河，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谓之其名，字之曰道。在所有通行版《道德经》中，开篇的第一句呢，都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而我认为呢，《道德经》开篇的第一章第一句呢，应当是上面这段话。那么我为什么认为这段话应当是开篇的第一句呢？因为这段话阐述了《道德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这里呢，我还是将这段话来翻译一下，让大家更容易理解一些。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翻译过来就是有一种东西浑然天成，它在天地形成之前，它就已经存在了。萧何辽河，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漫长而寂静独立又守恒，可以把它称为天地的母亲。吾谓之其名，字之曰道。我不知道如何命名它，只好把它叫做道。这段话呢，阐述了《道德经》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道是什么。老子说，道在宇宙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呢，道是天地之母。按现在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说道呢是整个宇宙的母亲，也就是道是宇宙的起源。这一句说的是人类一直探索的一个终极的问题，就是宇宙的起源。我们要搞明白道是什么，好像只有搞明白这个问题才能找到答案。可见这段话在《道德经》中意义极其重大，可以说只有理解了这一句话，你才能真正领悟《道德经》。老子在后面继续说道：道之物，为妄为乎？乎呵妄呵，中有象呵；妄呵乎呵，中有物呵；忧呵明呵，中有请呵。其请甚真，其中有信。这段古文比较难因为这里有很多生僻字，我就先解释一下这些生僻字。妄乎这里是恍惚的意思中有象呵，这里的象指的是形状。幽呵明呵，幽明这里指的是深远昏暗。中有请呵，这里的请是一个通假字，通假精就精神的精精华的精。其中有信，这里的信指的是规律，例如我们常说的信风，意思就是这种风很有规律我们知道冬天就会刮西北风，夏天就刮东南风。因为这种风很有信誉季节到了它就会刮起来就会来。我们管这种风叫做信风所以信这个定义后面就衍生为规律。这段话翻译过来是这样道演化出来的象，这种东西恍恍惚惚，恍惚中有形状，恍惚中有实物。深远昏暗，其中有粒子，其中的粒子是真实存在的，而且粒子的运动还有规律。这段话即使翻译过来，还是让人费解。道之物，恍恍惚惚，令人捉摸不透。这段话很多古代高僧大德也没能解释清楚反而让人产生了很多的误解，而且这些误解又容易使人将《道德经》视为一门玄学。关于道是什么，我们还是从第一段话入手。道先天地生，可以为天地母。
这里很明确的说了，道是宇宙的起始。关于宇宙的起源，也是现在科学上的一个任务。宇宙的起源呢，科学上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还有很多未解之谜。这些内容啊极其庞大，我这里呢不得不花一定的篇幅啊，跟大家简要的说明一下。我们呢先从宇宙的定义开始说起。中国古人云：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四方上下我们知道一个立方体有6个面，对吧？四方再加上下，一共6个面指的是空间。往古来今，那说的就是时间。于是呢，宇宙合起来了就是时空的总和。中国古人的这个定义和爱因斯坦叫做不谋而合。爱因斯坦呢，在他的相对论里第一次给3维的空间加了一个时间轴，定义宇宙呢为4维时空。而且呢，中国古人呢是这样描述宇宙的起源：混沌初开，洪隆始判，一元初始，万象更新。宇宙的起源，如果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说呢，宇宙起源于起点的大爆炸。这里可见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多么的超前。那么宇宙起源于很久很久之前，到底有多久呢？科学上面呢已经论证了，大约呢在138亿年前，宇宙呢起源于一个温度极高、密度极其大、无限小的一个点。这个点呢被称为起点。起点呢发生了大爆炸，于是呢宇宙就诞生了。那么起点大爆炸之初呢，诞生的是一些基本的粒子。这些基本的粒子呢，例如有光子、电子、夸克等等。这些基本粒子呢之后呢又相互组合那又形成了中子、质子这些呢微观的粒子。再之后呢中子、质子和电子，它们又组合成了原子。那么第一个产生的原子呢就是氢原子。随后呢这个氢的元素呢又发生了裂变。这个裂变的过程一共经历了8个阶段，然后又产生了其他的117个元素这也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元素周期表。也就是这118个元素构成了现在世界的万事万物。关于元素的这个裂变的过程呢，我这里就不赘述了这里说一说星球的诞生和演变的过程。起点大爆炸最初呢产生的是氢原子，那么之后呢又产生了氦原子。原子和原子互相结合就产生了氢分子和氦分子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氢气和氦气。那么氢气和氦气呢就组成了星云。星云呢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不断的聚合，不断的聚拢，就形成了固态的星球。随着星云的不断的聚集，然后呢也产生了恒星行星卫星等等各种各样的天体于是呢就有了我们现在呢夜晚呢举头就可以看见的灿烂的星空。比如太阳，它早期呢就是由氢气和氦气构成的星云，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呢形成了星球。随着引力不断的增大其中太阳中的氢元素就发生了氢聚变这时候呢太阳就被点燃了也叫做点亮了，太阳就发出了光芒。现在太阳每秒要烧掉400万吨的燃料并且呢以光的形式来辐射出去。即使太阳现在每秒烧掉400万吨的燃料从现在开始算起，它还能燃烧了40亿年。在这之后呢，太阳的这个中的氢燃料就被燃烧殆尽
所有的氢呢就裂变成了氦。那时候呢，氦聚变呢又会再一次被点燃。这个时候呢，太阳的体积会膨胀100倍，从而太阳呢就会演变成一个叫做红巨星。当氦的燃料也燃烧殆尽的时候太阳呢就会从红巨星转化成了白矮星。到了最后，太阳所有的能量全部释放完了，化为灰烬，太阳呢就会从一颗白矮星变成了叫做黑矮星。这个就是太阳的归属。那么在宇宙中呢，比太阳质量大8倍以上的恒星呢，它的这个演化过程呢就稍微会复杂一点。它们将沿着元素周期表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这样一路呢裂变下去，直到裂变到铁。真正演绎一出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成为了一颗铁星。随着铁星质量不断的增大，铁星内部的引力就会越来越大。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呢，原子周围的电子就会被引力因为引力的作用会拉进到原子核，和原子核中的质子，然后组合成了中子。那整个原子呢就全部会变成中子从而呢这个铁星呢就会变成了叫做中子星。中子星呢就相当于把一个原子压缩到成一个原子核，这个空间呢会急剧的缩小，从而呢密度呢会变得呢极其之大。那么中子星从原子压缩到原子核，这个空间呢到底缩小了多少呢？我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假如让我们把一个原子核比喻成为一个足球场这么大小，那么原子核呢就相当于一颗足球。当铁星坍塌为中子星，就相当于把一个足球场压缩成一颗足球这么大小所以说呢，你可以知道它的空间呢是急剧的缩小假如呢我们的地球如果压缩成一颗中子星的话，那地球的直径呢大概只有22米。因为呢中子星的密度极其大所以说它一颗黄豆大小的中子星的这个质量就有几亿吨，所以说它的内部的引力呢是极其大的。但是呢中子星内部的引力呢也有个上限这个上限呢叫做奥本海默极限。一旦内部的引力呢超过了这个极限，中子星还会继续坍塌中子星内部的中子呢就会坍塌成为夸克，就转化成为夸克星如果把一个地球压缩成夸克星，那么地球呢大概就只有一个汤圆大小。夸克现在呢也是最小的基本粒子已经不可再分了那么夸克星呢又称为黑洞，因为呢夸克星的引力比中子星更大到底有多大呢能大到了光也无法逃脱它的掌握我们都知道，我们观察一个物体都是因为这个物体呢发射出光或者反射出光，我们才能看到这个物体。而因为光呢没办法能从黑洞中逃脱出来，所以说呢这个呢夸克星呢就被称为黑洞。银河系的中心就是一个黑洞，因为它的引力巨大，所以说呢它拉着银河系上千亿颗的星球围绕着它旋转。那么星球的这个演变的这个过程呢我呢用一个形象一点的比喻吧，或许你就会更好的理解一些星球它的演变过程就相当于把一个膨胀的泡沫塑料我们把它烧成灰烬就变成了铁。那么到了铁呢，铁原子呢，其实呢它内部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个实体，其实呢
它内部还有很多的空隙。那么铁原子呢进一步坍塌就变成了中子，中子呢还有很多的空隙，那么进一步压缩就变成了夸克。那么整个过程呢，就相当于把一个我们说有很多空隙的泡沫板压成了一个实心板，而我们所说的这个实心板呢，是到了夸克这个地步了才真正的是一个实心的板。那么夸克呢因为密度极其大它的引力也极其大，光呢也被吸进去，无法逃脱，所以说称为黑洞那么当黑洞形成之后呢，我们所能感测到黑洞我们还知道它是黑洞只能知道它只有3个物理量：质量、角动量以及电荷其他一切的信息都消失了。于是黑洞这个名称的发明者第一个呢把它命名为黑洞的科学家呢叫做惠勒。惠勒呢又把信息呢比喻为毛发，那么物体进入黑洞之后呢，信息就会丢失，所以说呢，他戏称黑洞这一特性呢叫做黑洞无毛。物质呢进入黑洞呢就仿佛消失了一样。所有的科学理论呢到了这里呢，似乎呢就进入了死胡同，一切呢都仿佛不可知。那么关于宇宙的起源到这里呢，好像呢就终结了我们没办法探索下去了。那我们还是回到宇宙的最初老子说道呢先天地而生，是吧？宇宙诞生之前是起点那道呢的秘密会不会是隐藏在起点之内呢？关于起点现在的科学家呢也所知甚少，只知道呢它是一个密度极其大、温度极其高无限小的一个点那么今天呢因为篇幅所限我们下一期视频就继续讲解，看看我们能否揭开了起点它神秘的面纱。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您对我说的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欢迎您订阅关注。我是无形之人，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